小伙伴们，下午好！4月17号星期五下午1点，一会儿2点多从大阪飞东京，从东京下午6点多飞波士顿，到波士顿还是星期五的下午6点多，有点意思啊。这是第2次的波士顿马拉松的旅行了，应该又有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吧。2026年4月17日，距离第130届波士顿马拉松还有4天。上午10点从大阪的家出发，前往大阪伊丹机场。再次踏上这段将近20小时的旅程。3年前，我也是从这儿出发，沿着几乎一模一样的路线，去实现那个跨越了7年的大满贯梦想。而这一次，当我再次走上这条路，脑子里浮现的是那一年所有的情绪：开心与激动，忐忑与慌张。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，那时的我是怎样追逐这个梦想的。其实我一直不是一个很开朗的人。容易钻牛角尖儿，也容易因为很小的事情过度焦虑和恐惧。但也正是那一年的波士顿，让我开始一点一点的改变。也许如果我现在才知道波士顿马拉松，才知道 BQ， 我不会再像当年那样执着，因为如今看来，去一趟波士顿好像也没有那么难。但是我是在还只能跑4个半小时的时候，第一次知道了波马，那时候它在我心中的分量是无法想象的。坐在去机场的车上，我开始回想这3年的变化。生活的烦恼，工作的疲惫，以及慢慢学会拥抱变化的勇气，一幕幕画面在脑海中不断回闪。也许是比赛比以前多了，也许是跑步从爱好变成了工作，也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少了几分兴奋，多了几分平静。但有些东西从来没有变过，家属依然每天清晨为我准备训练后的早饭，爸妈也依然为我的训练和比赛担心与骄傲。还有屏幕前的你们，这些年每一次的停留，每一次的点击，每一次的陪伴，也许是这些瞬间，也许是那些回忆，也许是……写这段话的时候，我已经在东京飞往波士顿的飞机上，刚刚吃完日本航空的飞机餐，好像没有3年前那么好吃了，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，每过1秒钟，我写下的每一个字，都让我离那里更近一点。3年前在成田机场，我想明白的是，一切顺其自然。而这一次，当我在同样的地方给从世界各地奔赴波马的朋友们挑选礼物时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的生活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。这次波士顿之前，我依然没有担心过成绩，也不在意成绩。走到今天，成绩好像早就不那么重要了。重要的是这些年，有我的努力，有家属的支持，有父母的牵挂，有你们的陪伴。现在是日本时间凌晨3点，这3年训练、拍摄、剪辑早已成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偶尔穿插其中的出差，也更像是对这些付出的一种回应。也许下一次我们见面，还是在波士顿的某条街道，我还是会和往常一样和大家打招呼。到时再见。嘿嘿嘿，小伙伴们，晚上好！看我在哪儿？我现在在波士顿的街头，现在是当地时间周5的晚上。我从东京上飞机的时候是东京的当地时间周5的晚上。我前面右前方这儿就是博览会的这个楼，给大家看看街景啊。哦，这是个消防队，看。是这个口拐过来吗？比赛的时候好像是哎，好像是，对，是地下有蓝线。就是那天冲刺的时候，最后就是从前面那儿过来以后，顺着这条路一直过来到这儿，然后这么拐过来。我那年就是跑到这儿的时候，我说我要稍微收一收，那不是抽筋了吗？最后不能冲了，因为它正好也是一上坡。然后过来以后，就是熟悉的最后这几百米。最后的几百米，这就是周1的赛道，这样一直往前，拱门在前面，咱们去看看终点拱门，然后我就回酒店。我的酒店离终点拱门特别近。博览会就是这儿入口，对面是特斯拉和 Lululemon， 1层是特斯拉，2层是 Lulu。看这个布鲁克斯。这是这家店的另一个门市，
Marathon Sports 这家店，在终点那儿也有这么一家。到了，小伙伴们看，还有2天11小时2分40秒就发枪了，第130届波士顿马拉松，看得见吗？小伙伴们，经历了30多个小时的时间，我站在了波士顿的终点拱门附近。最后，在波士顿的第一天，在终点拱门最后的几十米，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